比如说挂载在直升机上，也能从地面发射，甚至呢从舰上发射。一些民船也可以搭载。那么从四面八方起飞一大群的这种反辐射的巡飞弹，将对号称世界上防空导弹密度最高的台湾地区呢实施有效的压制。TL-30A 巡飞反辐射导弹的最大飞行距离达到280公里，将让台军的雷达再无活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第13届珠海航展上，有一款巡飞反辐射导弹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据官方资料显示 ，TL-30A 巡飞反辐射导弹的最大飞行距离接近300公里。该导弹的个头看起来还行，不算太小。那么这个飞行距离，我个人看法有可能是受到限制的，因为 TL-30A 面向的是国际市场。那么类似于导弹的射程，一般来讲都限制在300公里以上。如果是我们自用型，它的射程应该不止280公里。该型巡飞反辐射导弹的巡飞时间大约在50分钟左右。那么可以看出来，它的飞行速度呢也不低，要比过去大家所熟悉的反辐射无人机的速度更高。你像以色列的哈比反辐射无人机，它个头比较大，留空时间相对比较长，最大的飞行距离可以达到500公里。但是它最大的一个弱点是飞行速度偏低，尤其是在攻击敌方雷达站的情况下，它必须采取垂直俯冲攻击的方式才有可能达到效果。而 TL-30A 巡飞反辐射导弹，它的整个构型看起来就是一个圆柱形的弹体，当然它的弹翼是可以折叠的，发射出去之后弹翼展开，以获得较大的巡航升空比。那么它的作战方式可以说和普通的反辐射无人机类似，但是呢也有它自身的特点。首先它的弹体小，因此一部发射车可以携带的这种巡飞反辐射导弹的数量就比较多。同时呢发射多枚这种巡飞反辐射导弹，就可以对一片区域内的敌方的雷达、导弹阵地、高炮阵地实施精确的侦察和攻击。哪怕敌方的雷达关机了，它也可以在空中呢进行较长时间的巡航，等待它的开机。当然这只是方案之一。据展台的技术人员介绍， TL-30A 巡飞反辐射导弹今后呢还有可能配装红外导引头，用复合导引的方式对敌方的目标进行搜索跟踪，那么它取得的效果呢就会成倍增加。这样的一种反辐射武器可以说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各种各样反雷达、反通讯系统装备的攻击手段。那么以前呢更多的是用机载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舰载雷达、地面雷达、通讯系统反动攻击。那么现在有了这种反辐射的巡飞弹，我们的攻击手段就变得多种多样了。因为这种巡飞弹既可以装在飞机上，比如说挂载在直升机上，也能从地面发射，甚至呢从舰上发射。一些民船也可以搭载。那么从四面八方起飞一大群的这种反辐射的巡飞弹，将对号称世界上防空导弹密度最高的台湾地区呢实施有效的压制。一旦发起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那么早期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派出战斗机、军舰以及其他的有人驾驶平台来执行相应的打击和压制任务，派大量的无人机以及这种
具有多用途的巡飞弹，就完全可以在第一波攻击中将敌方的重要情报信息节点以及制导雷达等装备呢摧毁掉，从而减轻解放台湾的压力。当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人员的伤亡，包括我军伤亡和台湾地区的民众的伤亡，为武力统一台海两岸创造基础。当然，这样的武器系统不仅仅会用在东南方向，其他的方向，比如说南海、东海，以及更深的大洋，不同类型的、性能各异的巡飞弹，包括反辐射巡飞弹，都有它们的用场。台湾地区号称在防空火力密度方面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是这些高密度的防空火力阵地，往往也会成为无人机，特别是各种各样巡飞弹的攻击目标。因此，靠区几种不同类型的防空武器系统，就像以武拒统，这样的目的永远也达不到。而我们攻击类似的火力点的手段，随着中国大陆航空技术、航天技术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不仅射程会更远，精度会更高，而且打击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